可能是他觉得若是撼动我那不孝女的成绩会得罪我们，因此不敢，也可能是更清楚自己的实力，知道无法撼动，所以干脆省力。但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子将为我七界圣符所用，为我七界圣符而死。七界圣符符主道。神秘老者再度叹息一声，虽说我七界圣符建立之初乃是各方强者一同组成，可随着时间流逝，七界圣符早成一体，因此老夫始终觉得七界圣符之人才是界灵师正统，除我府内之人皆是杂类，无法与我七界圣符之人相提并论。虽说此子即将为我七界圣符所用，但一个外人有如此天赋，老夫这心中总是感觉不太舒服。听闻此话，七界圣符符主也道：大人有此想法，实乃正常。七界圣符建立之初，的确是各方势力汇集一起，但我们毕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自然无法感同身受。我们从一出生便在七界圣府，因此觉得府内之人才是家人，除此之外皆是外人，并没有错。我们想维持七界圣府优质血脉，更没有错。毕竟谁会希望自己精心培养的后辈被别人的后辈比下去呢？那被否定的可不仅仅是我们的后辈，也是我们啊！是啊，天然，你懂老夫便最好了。那神秘老者表示赞同，因为七界圣符符主所说，可谓是说到了他心里。对了，大人，我之前与您说的，您看可行吗？七界圣符符主问。你向来不信预言之术，怎么此次忽然信了？神秘老者问。大人，实不相瞒，我现在也不是特别信，但那神之时代的确与众不同，毕竟事关我七界圣府前程。大人若能亲身感受那力量，相信也会愿意一试，哪怕这个尝试会付出代价。七界圣符符主道。你如今是七界圣府府主，这种大事就当你自己做决定，你想做便做吧，只是这个后果可是要承担的。神秘老者说话间手腕一转，一道传送符现在其掌心。晚辈明白，多谢大人支持。七界圣符符主道。天然啊，现在的七界圣府可还是要你掌舵，尤其是这个关键时期，你的能力我们都是相信的。老夫坚信七界圣府会在你的掌舵下走上从未有过的巅峰。若有些事来不及与我沟通，以便自行决断，我先走了，有事再叫我。神秘老者此话说完，捏动符指，刹那间传送之力将他包围。恭送大人。而七界圣府府主则是施以大礼，直到神秘老者消失，这才起身。只是起身之后，大袖一挥，将这阵眼力量驱散。阵眼力量消散后，大殿中心便只剩下了一个球体，那个球体内流动着七色液体，但黑色液体最浓，宛如主宰一般，于球体内滚滚翻腾。此球乃神之时代内所得，当初神之时代开启裂缝，他们进入其中。七界圣符府主得到提示，他必须宣布2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入府试炼，但是能否宣布第2件大事，还要看入府试炼开始后这个球是否会满。如今此球已满，第2件大事也可以宣布，只要待得入府试炼完成，第2件大事再宣布。按照神之时代内获得的指示，他七界圣府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荣光。而这神之时代的指示是否为真，其实只剩等待了。七界圣府府主盯着这球体，目光若有所思。楚风，他目光闪烁，似是在思考什么。良久之后，终于目光坚定，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打开殿门，外面依旧跪着诸多七界圣府的强者。镇符可在？七界圣府府主问。回大人，镇符长老正在主持入府试炼。有人回道，将他叫过来，殿内找我。七界圣符府主此话说完，便转身回到大殿，命令传了下去。而没过多久，殿门外便传来了镇符长老的声音。七界圣府府主打开殿门，镇符长老已是在门口等候。他没说话，而是挥了挥手，镇符长老这才敢走进来，且主动关上了殿门。此时这大殿内便只有他们2个人。镇符长老第一时间便看向了大殿中心的球体。身为界灵师，他能感受到那球体的不简单，但他也不知道这球体到底有何作用。测试可还顺利？七界圣府府主问。回禀府主大人，测试顺利。如今这修武界界灵师天才还真是不少。镇符长老特意表达了此次参加入府试炼之天才较多这件事，因为这在他意料之外，他也是想将这个喜讯分享给府主大人。可七界圣府府主对此却并不太关心，而是道：实战考核，改一下地址。府主大人，改去哪里？镇符长老有些意外，因为实战考核的地点与规则是早就定好的，并且大阵也早就布下了，现在改明显有些来不及了。待他们9天密地。七界圣府府主道：9天密地。听闻此话，镇符长老顿时脸色大变。府主大人，这入府试炼不是挑选良才为我七界圣府所用吗？镇符长老问。镇符，你这是什么反应？七界圣府府主眯起双眼。府主大人，属下不敢，只是此次入府试炼的确出现不少良才，属下觉得若是加以培养，日后必会增强我七界圣府的实力。镇符长老道：我七界圣府的实力需要他们来增强吗？七界圣府府主问。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镇符长老想解释，但又不知怎么解释，慌乱之下只得跪在地上。属下愚钝，请府主大人责罚。见状，七界圣府府主笑了。镇符，别紧张，老夫当然知道你对七界圣府的忠心，老夫举办入府试炼为的就是挑选良才，但你不觉得若是他们能够从9天密的活着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良才吗？就算不能活着出来，但身为界灵师能死在9天密地，那也是他们的荣耀。七界圣府府主道：府主大人所言极是。镇符长老低头应道：那待测试结束就去传令吧。对了，传令之时告诉他们，凡通过测试者皆要前往9天密的参加实战考核，不可放弃，若是放弃者斩。七界圣府府主道：听闻此话，镇符长老脸色也是变得难看。
他不是胆小怕事，只是得知这么多天才将死，他也是有些心痛。但毕竟是府主命令，哪怕有惜才之心，却也不敢再说半个不字，而是回道：遵命。测试结束，几千万人已是变成了不足10万人，但这10万人都是真正的天才，因为这3项测试就是最好的天才认证。这些小辈一个个的意气风发，外放之人相互祝贺，内敛之人也是难掩喜色。哪怕最终无法进入入府试炼，可得到这个认证已是极大荣耀，是可以吹嘘一辈子的事情。然而当镇府长老出现，说出实战考核的地方乃是9天密的之后，所有笑声戛然而止。九天密的长老大人，您是认真的吗？此时一位勇敢的女子小辈赶忙问道，可能因为害怕，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对，就是9天密地。镇府长老道。起初众人只是有些懵，但当镇府长老如此确认之后，大部分小辈的脸色都变了。从众人的反应中，楚风也是意识到这9天密的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长老大人，我们去9天密的附近吗？还是7界圣府在9天密地内布置了阵法？又有人问道。看来诸位小友对于9天密的都有所了解，既然如此，那老夫也就直言不讳了。9天密的乃浩瀚修武界至今未曾开拓的遗迹之一，但也是最能证明界灵师实力的地方。我们此次会让你们走一条我7界圣府走过的路，只要你们能够安然出来，便通过实战考核，就算无法进入7界圣府，也会得到丰厚奖励。镇府长老说道。长老大人，是新开辟的路吗？还是界染清大人他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又有人问。就是界染清小姐走过的那条路。镇府长老道。听闻此话，众小辈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长老大人，这实战考核，我能放弃吗？有人问。放弃。听闻此话，镇府长老脸色立刻变得阴沉，连这方天地的空气都变得冰冷刺骨。你当我7界圣府是什么地方？是你们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地方吗？他此话落下，立刻数道身影从天而降，呈包围之势，将这通过测试的后辈天才们围在了中央。那皆是7界圣府的长老。看到这个架势，众小辈更慌了，他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走向好像与他们预想的全然不同。然而当镇府长老后面的话说出后，他们便不是慌，而是感到绝望。所有通过天赋测试者，实战考核必须参加，胆敢有人中途弃权者，杀无赦。现在动身。他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一艘浮空战船漂浮而出，所有人登船。紧接着7界圣府的长老们也开始催促众位天才上船，只是上船的途中，便有些小辈已经开始哭了。不仅仅是女子，许多男子也在哭，甚至有的人腿都软了，被长老搀扶着送上船的。当所有小辈上船之后，浮空战船也是立刻移动。这一刻，战船上的哭声更大，甚至有人哭着喊着要下船，为此还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他的身份的确是有些重量的，但在7界圣府面前，则是显得微不足道，所以他报出身份的下场，则是被长老使用结界之力束缚了起来，甚至有闹得凶的，更是被抓走了。这种情况下，也是没人敢闹了。但是见到这种情况，楚风也是越发好奇起来。楚风虽跟着人群，但却一直是隐藏状态。他在人群之中寻找，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但却较为冷静的大汉。楚风这才现身，且坐到他的身旁。兄台，可知这9天密地是何地？为何大家如此害怕？楚风直接问出心中不解。楚风问话很有礼貌，可那魁梧大汉却立刻暴跳如雷，怒视楚风：你瞎！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目光转冷。他的确是来询问的，但是楚风本就因为淡淡的是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在楚风面前装，楚风可不会惯着。询问你9天密的而已，有动怒的必要？楚风冷声问道。他没有直接动手，已是给了对方机会，但此人接下来的话则是让楚风有些莫名其妙。我说你瞎，是因为你叫我兄台，关你询问9天密的什么事？你什么意思？楚风不解。什么意思？你还问我什么意思？你是真瞎是吧？男子恼怒了，他站起身来，因为身高体壮，他站在楚风面前，宛如一道小山遮盖住了楚风。他指着楚风怒声道：你叫谁兄台呢？你看不出来我是姑娘吗？楚风愣住了，无论是外貌还是声音，楚风的确看不出来这位是个女子。你是姑娘，抱歉，是在下眼拙了。楚风赶忙抱拳认错，因为将人认错，那的确是自己的错，这还差不多。看你知错能改，且还算有礼貌的份上，本姑娘就告诉你关于9天密的事。不过身为界灵师，你真的不知道9天密地？那健硕女子此刻也认真打量起楚风，真的不知道。楚风摇头，而健硕女子认真打量楚风后，却是面色变化。我擦，你不是那个楚风吗？我认得你，你是那个得到了7界圣府府主认可的家伙。因为镇府长老手持卷轴，询问楚风对圣级宝物有何青睐，这件事已经传开了，甚至楚风的画像都传开了。这也是楚风一直隐藏身形的原因，因为不想被这些人所打扰。楚风，是楚风啊！原本大家情绪低沉，并未注意到楚风现身，这健壮女子的一嗓子引来了大家的注意。刹那间，无数身影将楚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几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更是直接扑到了楚风怀里。楚风公子，我能与你同行吗？求求你了，楚风公子，你带着我吧。女子紧紧抱着楚风，开口哀求。那些男的自知性别劣势，态度则是更显真诚，甚至有的人竟然放弃尊严，给楚风直接跪下，抱住了楚风的大腿。楚风大哥，楚风少爷，楚风爷爷，你带着我吧。我虽然是男的，但只要你带着我，我愿意将我全部家当都给你。滚开！他们问的是本姑娘哦，关你们屁事！可忽然一声怒喝响彻，一股结界之力也是横扫开来，将楚风周围的人全部掀翻。竟是那名健壮女子，蓝龙神袍，她竟是一位蓝龙神袍。楚风，我名萧月月，蓝龙神袍，既然你来询问我，便说明我们有缘，不如9天密的之行，你我同行。
那健壮女子对楚风道：“萧月月，她叫萧月月，莫非她是受戒天尊的弟子？”听到女子名讳，围观的众人看她的神色也是发生变化，显然这健壮女子也是颇有来头。同行可以。楚风道：“嘿嘿，好，本姑娘就喜欢你这种性子。”见状，这萧月月坐到楚风身旁，笑嘻嘻的道：“刚刚多有得罪，别介意啊。”知道楚风身份后，萧月月对楚风的态度也明显变好了许多。不过其实你也不能怪我，是你眼神不好。本姑娘明明女儿身，你真的看不出来吗？萧月月这个问题问的是一脸认真，楚风又认真打量了一番萧月月，并无冒犯之意，但的确不好分辨。俗，你们男人就是俗，就只会以外貌取人。萧月月撅着跟鲶鱼一样的大嘴，但却并未真的生气。楚风不知该怎么接，因为这还真不是以貌取人的问题，而是萧月月的女子特征确实太不明显。萧姑娘，现在能否告知我关于九天蜜的知识吗？楚风问。楚风，你真不知道九天蜜的？你可别耍我娃啊！萧月月有些不相信楚风不知道，真不知道。楚风很是确认，若是如此，那你也算问对人了。我对九天密地的了解可是比其他人还多一些的。见状，萧月月便为讲述起关于九天密地的事情。原来九天密地是这个时代初期便已经被发现的一个密地，九天密地应该是太古时期的产物，但远古时期的强者也曾踏入过，因此也有远古存在的痕迹。而想进入九天密的，就必须拥有精神力，倘若不是界灵师，就算修为再强也进不去。哪怕时代初期那么多修武高手，也都拿九天密的没有办法。所以九天密的是一个结界力量非常强大的地方，否则不可能有如此限制。但同时，九天密的也是至今为止都没有彻底解开的地方，乃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为神秘的遗迹之一。只因九天密的内不仅有着诸多可怕的机关，还有着可怕的生物，那些生物类似凶兽，没有灵智，只有原始的攻击性，但却实力极为强大。不过九天密的有两端，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从入口进入可遇到多条道路，这些道路的性质大致分两种，一种只有老一辈可以走，一种只有小辈可以走。目前为止，九天密的只有一条路被走通过，那是一条由小辈走通的路，此人便是界染青。其实哪怕是界染青成功从九天密的走了出来，但却也是损失惨重。与他同行的1万多名七界圣府小辈，最终只有10几个人活着走了出来，并且那些活着的人，除了界染青没有受影响外，其他人要么终身残疾，要么终身疯癫，所以实际上只有界染青一个人安然的走了出来罢了。但这却也是最好的结果。在界染青之前，这悠久的岁月长河中，各方势力都曾派出老一辈高手和小辈天才去探索九天密的，但除了半途逃出来的外，都是有去无回。界染青是唯一从出口走出来的，所以九天密的乃是一个绝境。此次七界圣府又不让我们中途放弃，只能一直闯到底。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了吗？萧月月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因为此去必死无疑。楚风道：对。萧月月点头道：那你为何不怕？楚风问：怕？谁会不怕？但怕也没用啊。其实人家七界圣府说的也有道理，咱们来这里是为了好处而来，但天下哪有只有好处的选择？既然路是自己选的，那也没啥可抱怨的。萧月月道：你倒是想得开。楚风其实并不赞同萧月月的想法，七界圣府此举还是太霸道了。他们若是一开始就说这实战考核要到九天密的去进行，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参加了。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楚风也别绝望，我有小道消息，我们此去其实并非必死无疑。这句话还是萧月月说的，怎讲？楚风这句话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询问的。楚风明白，萧月月忽然暗中传音，必然就是接下来的话，不想让其他人听到。七界圣府这么多年以来都一直在不停的探索七界圣府，几乎每100年之内都要探索到2次。可现如今，距离七界圣府上次探索还是多年以前，那还是界染青小辈之时。而之所以这么久没有探索，并不是放弃了对九天密的探索，乃是他们在做准备。我听闻界染青当年从九天密的走出后，也一直在总结他所走过的那条道路。他其实已经总结出一个方法，只是总结出来的时候他已不是小辈，他走过的那条路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本来界染青是要闯其他道路的，但却被七界圣府拦下了。毕竟他这种天才决定着七界圣府未来的高度，七界圣府自然不会让他冒这种风险。实际上就连他去的那一次也是他自己偷偷混进去的，那1万人中除了他之外也都不是七界圣府顶尖的小辈，甚至据说那其中大多数人还是七界圣府附属势力的小辈。当然这都是后话，重点就是界染青已经总结出了一个方法，七界圣府此次要我们探路，但也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去送死。我猜测七界圣府会将界染青总结出的方法告诉我们，就算不告诉全部，也至少会告诉一部分。当然毕竟我们不是界染青，也都没有他的实力，哪怕他去的那年年纪很小，修为也不强，但也不是我们能够企及的。所以我们此行最多不是必死无疑，但仍是九死一生。萧月月说道：那你可知道界染青大人前往那九天密的时候年龄多大，且是何境界吗？楚风问。是何境界我不知道，但好像还不足30岁。萧月月道：的确是很小。楚风道：如今浩瀚修武界的小辈天才也有很多，但至少楚风目前所接触到的天才也都是接近100岁，如楚风这种未满50之人都已经算年轻的了。未足30岁，那也就是说才20多岁。楚风那个年纪还在祖武下界闯荡呢，
可他母亲却已然能够走出9天密的这种无人可以走出的地方。虽然身后有庞然大物支撑，但天赋也绝对毋庸置疑。想到这里，楚风心中的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毕竟那可是自己的母亲啊！喂，楚风，你可别看人家不到30岁，但他可是芥染青，虽不知道他当时的具体修为，但绝对在我们之上，咱们是绝对不能和人家比的，你可别大意啊！芥染青忽然道：“我不会大意。”楚风说道：“不会大意吗？可我怎么感觉我和你说了之后，你好像变得很兴奋呢？”萧月月问。听到萧月月此话，楚风不由笑了，他的确有些兴奋。他母亲走过的路，楚风也想试一试。9天密地也位于7界天河之内，通过远古传送阵以及那浮空战船这种可以加速传送的宝物，倒是也没有花费太久便已抵达。只是浮空战船被结界封锁，楚风等人一路上都看不到外面情况。当结界解除那一刻，楚风也终于是见到了赫赫有名的9天密的。这9天密的位于大山之中，山脉庞大，高耸入云，且山体通体为黑色，似是铁非铁，但绝不是石，是一种特殊且极为坚固的材质。整片山脉都散发着极为遥远的岁月气息，的确太古之物，因材质特殊，见不到半颗植物，但却并不诡异，反的壮观之感提到极致。它之壮观较为不同。说起高大，虽山峰也贯穿云端，可云端之物，哪怕在场小辈，意念之间也可触及。它之壮观，乃是足够强大，强大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渺小且脆弱，那感觉宛如蚂蚁中的精英，立于铜鼎面前，哪怕自己已是同类中佼佼者，可却也无法撼动眼前之物分毫。楚风等人近前，有一座立于山脉之间的大门，此门宽不过30米，可高度却有万米，宛如一柄长剑。此门虽是关着的，但好像可以轻易打开。重点是结界，那结界封锁住了大门，且结界是透明的，能够看清结界内部的情况。没有宫殿，没有诸多守卫，只有2个老者，他们浮空而坐，于门之两侧，正在闭目养神。这2位老者应该地位颇高，哪怕镇府长老也在阵法内对2人施以意礼，而那2位则是连眼睛都没睁开，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其实很久以前，这里是随便出入的，但自从7界圣府一直没有派人进去后，便也不允许外人进入了。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怕其他势力的人抢得先机。现如今，外人想进也进不去，只是这些天才却是相反，他们是不想进也要进。因此，这些来自各方势力的天才，一个个的不仅没有兴奋，反而愁眉苦脸。对于他们来说，那道宏伟壮观的大门却是地狱之门。镇府长老与那2位老者打过招呼后，便走了出来。他看着沮丧的众位小辈，不由一笑：“诸位不用如此沮丧，我7界圣府举办入府试炼，为的就是挑选良才进行培养，我们绝对不会坑害你们。莫仔细看看吧。”镇府长老说话间大袖一挥，一座阵法浮现，阵法内的物品如暴雨一般飞掠而下，但却又准确地飞向在场的每一个天才。那是卷轴，打开卷轴，许多人死灰的脸上也是恢复了一丝生气。那卷轴写的乃是如何通过9天之地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的确是楚风的母亲芥染青所总结的方法。根据芥染青的讲述，那条道路最危险的地方蕴藏着上千万只可怕的凶兽，哪怕当年芥染青他们也是在那个阶段死伤惨重，不过那些凶兽已经被芥染青镇压住了，所以其实后来者只要走芥染青走过的那条道路的话，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解决了，这大大的增加了楚风等人的生还机会。当然，路途之中也有其他凶兽，也有其他机关，这需要楚风等人自行解决，所以凶险还是存在的。不过同时，芥染青也提到，在他们所行的那条道路之中，有着多种果子，那些果子是可以增强精神力的，而其中最好的一种果子是有类似凶兽纹路的紫色果子。他不知那果子叫何名字，但那紫色果子对精神力的提升最强，并且在服用的一瞬间，能够让戒灵师的悟性得到极大增强。若是总结自己这一生的修炼经验，对日后的道路也会形成极强的铺垫。这些果子便是那条道路之中最大的好处。长老大人，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走芥染青大人走过的那条道路吗？有小辈问道。不是可以走吗？而是你们必须走那条路，唯有走染青小姐走过的那条路，你们才可能有收获。镇府长老说道。太好了，原来我们并非必死无疑啊！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爹娘，我还能见到你们。当确定这件事后，许多人喜极而泣。那些果子服用之后，一段时间内果子的印记会浮现在身上，这也将是你们此次实战考核来评判你们成绩的标准。只要你们身上的印记越强，那你们的成绩自然也将越好。诸位小友，稍作调整，你们便可以进入9天密的了。镇府长老说道。而他此话落下之后，众小辈也是议论纷纷，他们可不是闲聊，而是开始相互组队。毕竟现在来看，9天密的并没有传说那么可怕，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实战考核。一时之间，原本绝望的众位小辈，一个个的也是士气大涨，信心倍增，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憧憬那9天密的内芥染青所提到的那些可以增强精神力的果实了。忽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楚风的肩膀上，乃是萧月月。我说的对吧？7界圣府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去送死，他其实是想让我们去探探路，所以他们给予我们的资料也是不完整的。萧月月道。确实，楚风也看出来了，7界圣府给他们的资料的确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分明就是楚风母亲走过那条道路之后总结的经验。这种总结只要走过就可以总结，可根据萧月月所说，楚风母亲可是花费多年时间才总结出了一个方法，以至于他已超过小辈的年龄。什么样的方法需要他母亲那种天赋的人花费那么多年去总结？这其中必然蕴藏着9天密的真正的秘密。伴随大地颤动，那9天密的入口外的结界被解除，9天密的大门也被缓缓开启。诸位小友，
希望你们都能安然归来，也希望你们此次收获颇丰。老夫宣布，7届圣府入府试炼的实战考核现在正式开始。镇府长老一声令下，全场却是一片寂静。正常来说，他一声令下，众人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生怕错过先机。可这一次却没有一个人动，他们都不敢第一个冲进去，只因为9天密的凶名太长，哪怕已经有了安全的路可以走，但他们还是怕。忽然，楚风神色一动，他察觉到一道身影已经进入了9天密的。那个人身穿戒灵长袍，但却没有展露修为，且那长袍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他的容貌。可对方刚刚所展现的速度，让楚风意识到对方的修为很强，要么是6品半神，要么是黄龙神袍。他便是我的潜在对手吗？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这人是女子，因为天赋测试时长老说过，天赋测试第1名是一名女子。咱们也走吧。楚风看了眼萧月月，旋即便向前走去。因为那个身穿戒灵长袍的家伙速度太快，所以在场的许多小辈都没有察觉到他，因此在众人看来，楚风与萧月月才是第一个走向9天密地之人。快看，是楚风，那是楚风。这一刻，楚风也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毕竟在这场入府试炼之中已经声名在外了，甚至许多人觉得楚风就是这入府试炼的最强之人。于是在楚风动身之后，也是引发连锁反应，所有人都跟在楚风身后一同动身，他们都觉得跟着楚风走会相对安全，换作以往楚风也会快速前行，毕竟掌控先机的确很重要。但因为楚风知道这9天密的不简单，哪怕是他们要走的路，是自己母亲已经安然走过的路，可楚风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缓慢前行。楚风等人进入9天密的大门之后，映入眼帘的乃是两边山峰，中间围路的道路。踏入这里的那一刻，所有人便都感受到了束缚之力，他们可以御空而行，但所行高度有限，无法超越道路两边那山峰的高度，想居高临下俯视整个9天密地是不可能的。不只是进入9天密的后不行，在外面也不行。楚风等人沿路前行，没有任何机关，也不存在所谓凶兽，直到进入一座山谷。山谷的尽头处有着3条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怎么是3条路？楚风看向萧月月，镇府长老给他们的卷轴之中已经明确的给出了路线，但是对于这里的说明只是最左边是长辈的路，最右边是小辈的路，所以他们要走最右边。所以楚风便觉得这里只有2条路，但此刻出现的却是3条。你走中间那条试试。萧月月说道。楚风没有贸然尝试，而是动用天眼认真观察。哎呀，没事的，你看着。萧月月说话间便立刻动身，快速的冲向中间那条路。刚刚踏入，他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进入那道路之中。但下一刻，一股传送之力浮现，萧月月却又出现在了中间那条道路的入口处。看到了吧？萧月月咧着大嘴笑道。楚风此时也是走上前去，伸出手掌，发现自己的手掌可以穿过那无形的屏障。虽然只是手掌进去了，可楚风却也明白了这阵法。那无形屏障是极为强大的守护阵法，那守护阵法不会伤害人，但却可以阻止任何人进去。穿过屏障会进入阵法之中，会像萧月月一样被传送之力传送回来。这条路是无法通过的。楚风问。可还不待萧月月开口，一名肤白貌美、腰细腿长的女子已走到楚风身旁，对着楚风温柔一笑。楚风少侠，这条路一直都无法通过，历代以来都没有找到可以走进这条路的方法。看到这名女子，萧月月却顿时面露杀意。滚开，需要你来多嘴。说话间，萧月月抬手一掌，直奔女子面门。这一掌竟蕴藏杀机，且是直接用结界之力抹杀不过瘾，他还要亲手拍死对方。见状，楚风赶忙将那女子拉到身后，且抬手抓住了萧月月的手腕。你干嘛？见楚风拦住自己，萧月月怒声问道。你俩有仇？楚风问。楚风公子，我并不认得萧姑娘。那名长腿女子说道。没问你。楚风此话说完，又看向萧月月。有仇吗？没仇。萧月月道。没仇何必下杀手？楚风问。他虽不是心慈手软之辈，但却从不做无缘无故便杀人之事。楚风，你什么意思？我才是你的搭档。萧月月凝声问。既是我的搭档，就更该说清楚，我是不会允许你滥杀无辜的。楚风道。滥杀无辜，这种女人她就该死。楚风，原来你也是见色忘义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萧月月此话说完，竟大袖一挥，径直的走向了楚风那条路。他很愤怒，可楚风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愤怒。楚风少侠，实在抱歉，我真不是故意惹萧姑娘生气的，我只是……此时那名腿长女子也是一脸歉意。你们真的不认识？楚风则是问道。真的不认识，我发誓。长腿女子举手说道。罢了。楚风觉得萧月月忽然如此，应该有所缘由，但他也不知具体缘由。不过他与萧月月也不熟，就算对方死了，其实与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楚风也懒得去想。楚风又看了一眼那条中间的道路，其实楚风对中间这条无法通行的路很是好奇，他觉得这条路也许才是9天密的关键所在，只是实在找不出破绽，便也不再过多研究，于是便向小辈的那条路走去。见楚风动身，其他小辈也都跟着楚风，可是当楚风走到入口处，却忽然停了下来，转身看向众位小辈。诸位，我们此行其实皆是对手，但来到9天密的，相信很多人都更想保命，你们跟着我并非不可以，但我需要经受我的考核。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很快一个3角形的阵法完成，且立于众小辈身前。此阵有3道门，2个是出口，分别向楚风的左右两侧，一个是入口，正对着众人。若要跟着我的，便踏入此门接受考核，没有兴趣的自然就无需踏入，各走各路。楚风说道。楚风公子，若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那名长腿女子率先踏入了大阵。我也愿意。楚风少侠，带我一个。感谢楚风公子。在那长腿女子之后，也有许多人踏入阵法。
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率先动身踏入阵法，大部分人既没有踏入阵法，也没有选择继续前行，他们在观望，他们也不相信楚风，不知道楚风这阵法是否有凶险。很快便有人从那阵法内走了出来，只不过大部分人是从右边的结界门出来的，从左边结界门出来的不足入阵的1/10。楚风看向右门走出来的众人，这边的我们无缘，你们可以离开了。楚风少侠，你这是何意啊？那些人感到不解，我是何意，你们清楚，我们不是一路人，也没有必要同行。楚风说道。其实楚风布置的阵法很简单，踏入其中会进入幻象阵，幻象阵必须短时间做出抉择，是用来测试人品的。右边出来的人都是人品不佳的自私之辈。楚风，你未免太冷血了吧？我们愿意跟着你，也是给你面子，你有必要这么装吗？你还真以为我们离开你就活不成了？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有人恼羞成怒，竟指着楚风怒骂起来。下一刻，楚风则是来到他的身前，只是一拳便洞穿了他的身体。这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那个人已经没了生机，杀了，只是骂了楚风几句，便被楚风斩杀。我可没说过，我楚风不是冷血之人。楚风冷冷地看着那人的尸体，旋即手臂一震，便将其肉身都震成了粉碎。至于其本源以及身上的宝物，则尽数被楚风所得。此刻，许多人都是脸色惨白，他们没想到楚风竟如此狠辣，杀了也就算了，全尸都不留。但唯有楚风清楚，这个人在幻象阵内暴露了一些东西，此人滥杀无辜，不是善类。他若刚刚乖乖离去，楚风不会与他计较，可他既然不服，楚风自然不会惯着，否则他当面都敢斥责搀扶恩，背后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虽然楚风不惧他，但既已知他会是自己的仇人，自然也就没必要留着他。收拾掉那个人后，楚风看向尚未入阵之众人，表情严肃，若想跟着我的，现在立刻入阵，或是不后。楚风此话一出，剩下的人不敢犹豫，赶忙飞奔进入阵法，生怕错过抱楚风大腿的机会。但仍有一部分人没有选择入阵，而是直接放弃，毕竟人各有志。虽说大部分人只想保命，但仍有一些人还想富贵险中求，想要夺得入府试炼的名次。最终入阵之人足有几万，但通过考核的却只有2000余人，这2000余人都是心地善良之人。楚风觉得这些人至少在楚风布置的考核阵法中，他们表现出了善良的天性。忽然楚风掌心摊开，一座阵法飘于掌心之上，那阵法之内有着无数绳索。诸位，9天密地之凶险，不必我多言，你们早有耳闻。我楚风自己都不确定能否安然走出去，自然也无法对你们作何保证。我来此是为了这入府试炼的第1名，所以我选的路可能是更凶险的路，你们跟着我未必是安全的。若是现在想改变想法，还来得及。楚风对众人说道。楚风公子，我楚珊珊愿意跟着你，你去哪我便去了。又是那名长腿女子，她率先表态，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纷纷表态，几乎没有人选择退出。楚风少侠，我也愿意，我誓死相随，带我一个吧，也带我一个吧。楚风少侠，我就算之前做过错事，可我对你是真的佩服。就连那些被淘汰的人也是纷纷表态，但楚风根本没有理他们。楚风行走浩瀚修武界这么久，什么人没见过？这些人的话才最不能信。楚风为何布阵，要来区分出哪些人值得自己保，就是因为他不想被心坏之人利用。见楚风态度如此坚决，那些被淘汰的众人中，识趣的已踏入小辈之门，他们自行组队去探索，但更多的人并没有走，还是想跟着楚风，事关生死。成绩他们已经不是那么看重了，只是楚风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只见阵法催动，刹那间那些绳索飞掠而出，束缚在每一个通过考核的同辈身上。随后楚风身形一转，便带着那2000余人踏入小辈之门。楚风速度很快，那些想跟着楚风的人根本就跟不上。踏入之后，楚风等人进入了一片丛林，这丛林内的树木最矮的也高达100米，最高的足有几千米。这些树木与山脉有相似之处，虽是树木形状，但却通体漆黑，材质似是钢铁，哪怕楚风的修为也难以将其撼动。这树木没有树叶，只有树干，但因为太大，楚风等人飞掠其中，宛如误入巨人的世界一般。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进入这里会是一座山谷，山谷之内有凶兽，击败凶兽才能继续前行。怎么我们进入了一片钢铁丛林？有人不解，你的消息不准确，从小辈之门踏入会出现什么？本就千变万化，可能会遇到凶兽，也可能身处机关或者阵法。又有人道，那这里是什么？看样子更像机关。楚风少侠，你可要小心啊！众人意识到此地不简单，纷纷提醒道，不用担心，这只是迷宫。楚风说道，迷宫吗？对于楚风的话，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有些人开始质疑，他们更多的觉得这里是机关，于是也纷纷用各自的观察手段认真观察起来。但这片丛林的确是迷宫，并且是没有任何阵法，而是单纯物体布置而成的迷宫，因此其实很难察觉到它是一片迷宫。若是正常行走，就会发现这片丛林非常的大，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实际上丛林并没有那么大，走不出去，只是被困住罢了。但楚风却在刚刚进入这丛林那一刻，就已经从那些树木的造型以及布局等线索中分辨出这是迷宫，并且很快便寻找出离开这迷宫的路线。所以楚风几乎没有停留，而是目标明确的快速前行。我看出来了，这里真的是迷宫。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认真观察之下，也接连有人确认这的确是迷宫。可是下一刻，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广场。楚风已是带着他们走出了那片迷宫丛林。楚风公子，你好厉害啊！你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了那迷宫，且确认了离开的方法了吧？此时无论男女，
对楚风都是一脸的崇拜。若是没有确认那丛林是迷宫也就算了，就是因为确定了，他们才更能感受到楚风的厉害。但对于众人的夸赞，楚风却是面无表情，而是目视前方。广场前方有着136道结界门，楚风母亲当年所走乃是第44道结界门。楚风之所以认真观察，是因为他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看到结界就会认真观察，因为很多结界都是暗藏玄机的，对后面会有帮助。而这一看，楚风发现每道结界门上所蠕动的结界纹路都蕴藏着一些信息，这些门后的道路有强弱之分，同时也蕴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楚风母亲当年所走的路居然是最难的，看来母亲当年是有意选择的这条路，而绝非巧合。楚风觉得以他母亲的实力，不可能发现不了这结界门上的信息，必然是精心挑选的。这样一来，倒是也能解释为何他母亲走出那条路后没有再走其他路，反而是一直总结他所走过的那条路，因为那条路所蕴藏的奥秘才是最值得探索的，并且他母亲必然已经发现了什么。楚风站在此地观察，众人也是静静等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多言。先不说他们本就是较为善良之人，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经过刚刚的丛林迷宫，他们对楚风也是越发佩服。毕竟当他们确认那是迷宫的时候，楚风就已经带着他们走出了迷宫。他们深知这不是巧合，而是楚风的悟性与观察力远在他们之上。楚风的确值得他们依仗。诸位，我们要动身了。虽说这里面最危险的凶手已经被介冉青大人所镇住，但实际上这里依旧非常的危险，因为在这136条道路之中，介冉青大人所走过的乃是最凶险的。楚风说道。什么？介冉青大人安然通过的道路竟然是最凶险的吗？那不应该是最安全的吗？楚风此话一出，众人也是感到诧异。他们本以为那条路是最安全的，却没有想到却是最凶险的。楚风公子，你是如何知道的？那叫做楚珊珊的长腿女子问道。诸位，你们用这个方法仔细观察那些门。楚风随手布置一座阵法，那阵法其实是一种观察方法，这是楚风观察之后总结出来，可以简单分辨出那门内信息的方法。在场的都是界灵师天才，悟性虽不如楚风，但却也都不错，很快便掌握了楚风这个方法。随后观察，无论男女，无一不是脸色大变。是真的，这结界门上的确蕴藏了信息。楚风公子，你好厉害啊，你是如何发现的呀？众人此时对楚风更加佩服，因为他们之前从未听闻过这结界门上蕴藏着这样的信息。虽然楚风教他们的方法，他们一学就会，可是楚风没教他们之前，他们自己也有观察这门，却根本没有发现这门内暗藏信息，就别说破解楚风这暗藏信息了。可楚风不仅自己能够观察出来，更是能够化繁为简，教他们如何观察，这让他们意识到楚风对结界之术的掌控程度与他们已不在一个层次，难怪楚风会是被7届圣府府主所看中之人。诸位，重点不是如何看出这结界门的信息，而是你们需要做出一个决断。我们要走的乃是最凶险的路，哪怕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被介冉青大人所解决，可它的凶险程度也可能是其他道路的几倍甚至几百倍。我是不会改变路线的，但你们如果要改，我也绝不阻拦。楚风说道。楚风公子，这种话不必再说了，9天密的这条路我楚珊珊跟定你了。楚珊珊说道。我也是，我也是。众人纷纷表态，而从他们的神态之中，楚风能看出他们可不是从众附和，也不是拍楚风马屁，而是真的对自己信任。随后楚风便带着众人继续前行，踏入第44道门之后，浮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片丛林。这片丛林内的树木虽绿荫遮天，但树木最高的也不过100米，大部分都是几十米甚至10几米，看起来正常的多。但不正常的是，身处这片丛林之中，无法御空而行，并非众人丧失了御空之力，而是有无形的力量限制了他们的御空之力。有人尝试攀爬树木，顺利来到顶端，可以看到前方一望无际，都是森林，不让我们御空而行有什么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丛林顶端跳跃，就算无法飞行，我们的速度又不会减缓。攀爬在树木顶端之人觉得束缚他们的御空之力完全就是多此一举。可忽然虚空之上乌云密布下来，见此一幕，楚风赶忙催动阵法，绳子一扯，将那攀爬到树木顶端的人全部拽了下来。与此同时，楚风更是带着他们向丛林深处飞掠而去。紧接着数道天雷同时从乌云之中劈落而下，而所落在的位置刚好是先前那些攀爬到树木顶端之人所在的位置。落地之后，雷霆扩散，刹那间方圆数万米的丛林都被化为灰烬。回头观望，看着那先前还好端端的丛林，此时已是化作了一座滚滚浓烟的巨坑。那些攀爬到树木顶端之人皆是一脸后怕，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天雷的威力虽说覆盖面积不是特别之广，但速度极快，且威力也极为恐怖，哪怕是他们也难以承受。若不是楚风及时出手带他们逃离，他们必死无疑。于是那些人纷纷对楚风施以拜谢之礼。楚风少侠，多谢，这可是9天密地内最凶险的道路，你们若掉以轻心，便是自寻死路。楚风提醒道。楚风少侠，我们从现在开始以你为首是瞻，绝对不敢再贸然探路了。众人纷纷保证道。楚风没再说话，而是盯着天雷轰下的深坑。众人不敢过多询问，也只好随着楚风一同观望那深坑。咦，居然残留着结界之力，难道蕴藏着什么线索？认真观察之后，众人皆是发现那巨坑之中蕴藏着不易察觉的结界之力，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那结界之力有何作用。忽然间，大地开始颤动，远处的树木更是开始轰然倒塌，且倒塌之势正在向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快速蔓延。众人皆是动用各自观察手段，向那轰鸣的方向看去。而这一看，众人皆不淡定了。无数道血红的目光密密麻麻，皆来自蚂蚁，蚁群，每一只长达1米的蚂蚁，通体黑色，身上布满尖刺，但数量之可怕，
禁足有1万之多，他们排山倒海而来，所过之处，所有树木都被其摧毁，而他们所前往的方向，正是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乃是冲着他们而来。楚风公子，我们该往哪里逃？有了前车之鉴，众人就算恐惧，却也不敢贸然逃跑，而是纷纷看向楚风，等待楚风做出决定。逃不掉，只能躲。楚风说话间，开始布阵。那阵法之中，尽可生成树木，而树木与丛林中的树木一模一样。看到此阵，众人还有些不解，直到楚风带着他们跳入刚刚天雷轰成的巨坑，随后手臂一扬，掌中阵法飞掠而出，遮盖住了整个深坑，与这片丛林相融。众人才知道楚风的意图。很快，那一群便蜂拥而至，爬到了楚风所在的阵法之上，但他们似是嗅到了什么，竟开始盘旋在阵法之上，没有直接离去。因为阵法是透明的，众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皆是有些担心那蚂蚁所散发的力量在他们每一个人之上，此时几乎覆盖在他们的头顶之上。若是阵法破碎，那一群落下会直接将他们埋了，那他们可真就是谁都别想活了。别慌，快结束了，楚风说道。对于楚风此话，众人起初不解，可很快那些蚂蚁竟然化作结界之力消散而去，紧接着他们所在的大地竟然开始向上升腾。见状，楚风赶忙解除了自己布置的阵法，深坑不仅很快恢复原状，且还有树木拔地而起。与此同时，那些被蚁群吞没的树木也在恢复，不过短短瞬息，一切恢复正常，就像什么都未发生过一样。原来这一切都是阵法所化，众人感到诧异，好歹也都是有些见识的界灵师，可刚刚的蚁群，他们是完全没有看出那是阵法所化，太厉害了，此地的阵法太厉害了。楚风公子，刚刚躲入天雷所轰出的巨坑，可是唯一方法？那长腿女子楚珊珊对楚风问道。不确定，但是我所看出的唯一方法，那是连锁反应。天雷是第一重攻势，蚁群是第二重攻势。楚风说道。听到楚风此话，众人才真的明白，难怪深坑之中会有结界之力，原来结界之力不是线索，而是帮他们规避蚁群的。我观察，刚刚蚂蚁之中，大多数的力量都是半神出气，但也有极少一部分实力达到了7品半神。若是针对我们的话，那不就是说我们之中有人的实力达到了6品半神？有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看向楚风，难道楚风公子还隐藏了实力，还是说楚风公子修武更强，修为可达6品半神？那楚珊珊看向楚风，楚风没有回答，而是开始快速的向前走去，但很快又停了下来。楚风所在的位置乃是那蚁群出现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众人又纷纷看向楚风，眼神之中敬佩之色更浓。他们认真观察，也可从这里发现线索，但若不是楚风来到这里，他们会直接向丛林深处前往。可想不到来到这里寻找线索，众人也开始观察此地的线索，也如他们所料，这里的线索果然是对他们接下来的路程有帮助的。他们来到这里遭遇的一切，似是一环扣一环的，可他们刚刚观察出一些端倪，还未真正洞穿内容，楚风便已经带着他们动身。反正都是要跟着楚风同行，所以他们倒也不在意自己能否观察得出来，毕竟只要楚风观察出来就足够了。接下来的时间，楚风凭借观察力带着众人一路过关斩将，哪怕后面遇到真正的凶手，也都能轻松解决。但每一次经历都在刷新对楚风的认知，虽说每一次遇到凶险，楚风化解的都是游刃有余，可那是因为楚风在，若是楚风不在，可能每一次凶险都会让他们丢掉性命。可楚风仍在刷新他们的认知，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前行，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古老的殿宇，这古老的殿宇是一座传送阵，可以让他们离开这里。之所以说刷新了他们的认知，是因为楚风一路前行，乃是直奔这里而来。楚风来到这里绝非巧合，而是楚风从一开始就已经锁定了这里。众人跟随楚风进入这座殿宇，瞬息之间便离开了那片丛林，被传送到了一座广场之上。此刻那限制御空之力的力量消失，众人都是可以御空而行，因此来到高空可以看到广场之外山川江河应有尽有。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且此地景色美轮美奂，对比之前危机不断的丛林，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但有一个方向除外，那就是东南方向。在东南方向的深处有着一片雷云，那雷云呈现紫色，遮盖住了那方土地，哪怕动用特殊的观察手段也无法看清那下方是什么。这种未知倒是让人隐隐不安。唰啦啦，忽然楚风大袖一挥，将那绳索阵法解除，切断了与众人的联系。楚风少侠，怎么了？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吗？见到这一幕，众人都慌了，还以为是楚风不准备带着他们了。但是他们深知，若是没有楚风，就算他们能够来到这里，但也不会如此顺利。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探探路。楚风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可紧接着便有多道身影御空而起，将楚风围住。楚风公子，我跟你同去。那楚珊珊说道。他此话一出，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也纷纷御空而起，跟随楚风而来的人竟全部自己起身，没有一个人留在此地。根据我的观察与推测，这里的安逸景象完全就是障眼法，安全的方位是没办法离开这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那雷云下方，只不过那里必然蕴藏凶险，这也是我为何要独自去探路的原因。楚风解释道。楚风公子，我们这一路虽是你护我们安然，可决定与你同行之前，就已做好患难与共的打算，不然我心中难安。楚珊珊说道。楚风少侠，楚姑娘的意思也是我们的意思。其他人也是纷纷表态，行吧。见状，楚风也不再多言，而是带着众人前往到了雷云的下方。这雷云下方竟是一片荒漠，越是前行，荒漠越是辽阔。但是走着走着，荒漠前方竟出现了一座祭坛，祭坛之上插着一把匕首，那匕首为暗紫色，但造型很是精美华丽，且蕴藏着极强的结界之力。这把匕首的威力绝对不弱于尊兵，而它的坚固程度甚至还要在尊兵之上。最主要的是，那匕首上面
靳刻写着芥染青3个字。那把匕首好眼熟，难道是芥染青紫魔匕首？没错，就是那紫魔匕首。这把匕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难道是仿造品吗？可是这气息不像是仿造的啊！看到那把匕首，众人议论纷纷。楚风公子，我能近距离看看那匕首吗？楚珊珊对楚风询问道。可以。楚风观察过了，那祭坛现在来看并无凶险，是完全可以靠近的。随后不仅是楚珊珊，许多人都走到近前去认真观察那匕首，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有人用手握住了那匕首。可刚刚握住，那匕首上的芥染青3个字立刻光芒大盛，下一刻那人立刻惨叫一声。当他将手抽离之时，匕首安然无恙，可他的手掌却已焦黑，灼烧严重。见状，楚风赶忙来到那男子身旁，布置疗伤阵法，为其进行疗伤。楚风看得出来，这伤势很严重，若不是及时治疗，他的这只手恐怕就彻底毁了。你疯了，竟然用手去摸紫魔匕首！紫魔匕首除了芥染青大人，谁都不可以碰。见状，有人说道：我也没想到，真的是紫魔匕首啊！那人也是一脸委屈，旋即看向楚风：楚风少侠，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只是这紫魔匕首是什么来历？楚风问道。听楚风这样问，那位顿时一脸诧异：楚风公子，你竟不知道这紫魔匕首？可那位此话刚出，楚珊珊便立刻怒斥道：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那位赶忙解释，但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一时之间眉头紧皱，甚是慌张。无碍，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如与我讲讲这紫魔匕首的来历。楚风说道。好。见楚风这样说，那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旋即便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这紫魔匕首的来历。原来这紫魔匕首乃是7届圣服府主在芥染青出生之后亲手为他所准备的礼物。紫魔匕首以来自魔灵界的紫魔神铁为根基打造而成，坚固无比，甚至传闻它的坚固程度比神兵更强，但紫魔神铁的稀有程度比神兵还少，所以这匕首乃是无价之宝。而芥染青拿到紫魔匕首之后，对紫魔匕首进行了改造，那名字可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阵法印上去的。有内阵法的存在，这匕首便认主，除了芥染青之外，谁都无法使用。你说的不对，楚珊珊纠正道，并非谁都使用不了，芥染青大人的父母以及芥染青大人的后人都可以使用这紫魔匕首。真的假的？我听的可不是这样。那男子说道。我所说的绝对是真的，并且是直系血脉，除了芥染青大人的父母外，只有他以后的后人才能使用，哪怕其亲姐姐都无法使用。楚珊珊说道。只是哪怕楚珊珊说的如此认真，但众人也是表示怀疑，毕竟人都这样，更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只是如此珍贵之物，为何会放在这里？众人很快又提出疑问。楚风也在观察，但只能看出这是一座祭坛，其他的却根本看不出来。但楚风也是有了一些猜测，紫魔匕首上的阵法乃是封印阵法，我猜测祭坛下方很可能藏着什么。芥染青大人用这匕首来镇压住了那些存在。楚风分析道。压制祭坛下方之物吗？难道说这里便是芥染青大人所说的最危险的阶段？这下面镇压的便是那千万凶兽。众人慌了，纷纷远离祭坛。可在众人退缩之际，楚风却是伸出手掌握住了紫魔匕首。忽然那紫魔匕首剧烈一颤，与此同时，楚风感觉自己的血脉之力开始沸腾，就连自己的王之血脉都有了反应，想要涌入那紫魔匕首之中。楚珊珊所说属实，这紫魔匕首果然是直系血脉也可使用，毕竟楚风就是芥染青的亲儿子啊。此时这紫魔匕首楚风完全可以将其拔出来，但楚风并没有将它拔出来，反而布置结界之力，伪装自己的手掌也被烧伤。首先楚风不能在这里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别说拿到圣级宝物，7届圣府可能会直接将其斩除。其次，这紫魔匕首不能拔，尤其是楚风已经意识到这紫魔匕首可能是用来封印祭坛内凶兽的时候，更是不能拔。且根据观察，楚风发现这紫魔匕首内的阵法力量已经融入祭坛深处，并且紫魔匕首只是辅助，阵法力量才是关键。金龙神袍的阵法却布置出了不弱于仙龙神袍的力量，这便是他母亲当年的结界水平，竟刚好与楚风现在相当。但其母亲所布置的阵法很复杂，是一种针对性的封印阵法，连楚风都捉摸不透。楚风将手放开，所有人都用震惊的眼神看着楚风，因为楚风刚刚触碰到紫魔匕首的时候，紫魔匕首剧烈颤动了一下，那种奇异的感觉是刚才那个人所没有触发的，并且楚风的手掌也在被灼烧，但楚风却坚持了很久。楚风公子，你没事吧？楚珊珊关切地问道。相比于最开始的震动，他还是更关切楚风的伤势。我没事。楚风当然没事，他根本不会被灼伤，那伤是他自己布阵伪装的。不过几乎确定了，这紫魔匕首内蕴藏着很强的封印阵法，只不过封印阵法延伸到了祭坛深处，所以外面感受得不清楚。我猜测这里很可能便是芥染青大人镇压千万凶兽的地方。楚风说道。竟真的是此地？众人对楚风的判断深信不疑，正因如此，对于这祭坛也越发恐惧。倒也不必担心，此地已被芥染青大人镇压，这里暂时不存在危险，危险的乃是前方。楚风此话说完便继续前行，众人也是一同跟上。而前行没多久，沙漠之中竟出现了一棵高达10米的树。看到那棵树，虽然都变得兴奋起来，那树木已经干枯，一片叶子都没有，可上面却结了一颗散发微光的果子。那是一颗白色的果子，形状与桃子很像。那是芥染青大人所说的能增强精神力的果子吗？众人皆是露出期待的眼神，但却没有人敢贸然出手。他们早就以楚风为首是瞻，也都默认只有楚风才有资格去摘这果子。楚风探手一抓，强大吸力束缚住那颗果子，那果子虽被吸力覆盖，但却始终没有被楚风扯下。但很快，一声低吼自那干枯的树木之中传出，紧接着土地翻腾，一只体型似龟却有8只爪子、一双白色眼眸的凶兽从地底钻出，而那棵干枯树木则是长在他的后背相连，
原来这果子长在了凶兽身上，那干枯树木也只是这凶兽身体的一部分。摘起果实，将其唤醒，他张开獠牙大口，便向楚风等人冲来。然而楚风早有准备，只见手腕一转，结界之力浮现，化作一把结界大刀从天而降，直接将那凶兽斩成两段。此时再探手去抓，那颗果实直接脱离凶兽，落入楚风手中。果实入手，楚风也不客气，直接咬了一口，不仅味道似桃，口感也很像，并且非常甜美，比桃子可要好吃多了，并且还没有桃核，味道还不错。楚风笑道，这果子的确蕴藏精神力，只不过对于他们的帮助却是微乎其微。至于印记，服用完果子之后，楚风的确感觉身上出现了一些印记，但却非常的淡，甚至要用特殊观察手段才能看得出来。旋即便继续前行，接下来的路上，那种凶兽数目越来越多，并且每只身上都有一颗果子。楚风轻而易举的便将这些凶兽斩杀。至于果子，楚风则是分给了众人。很快，跟随楚风的人便都尝到了白色的果子，而随着深入，开始出现银色果子。那银色果子同样长在凶兽身上，且银色果子的凶兽实力更强，但食用之后，果子对精神力的帮助也更大，身上浮现的印记也更强。继续深入，又出现了金色果子以及同色果子。同色果子比金色果子更好。到了同色果子的时候，那凶兽的实力便已经达到了五品半神的地步。在场之中，除了楚风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对抗那些凶兽。楚风一路走来，将所看到的所有凶兽全部斩杀，得到的果子也都分给了大家，几乎人手3颗同色果子，其他颜色果子则更多。但楚风也在此时停了下来。虽然楚风等人早在雷云覆盖之下，可雷霆却主要集中在深处。随着深入，此时那雷霆距离楚风等人也很近，但那方雷云覆盖的大地所传来的危机感也更强。诸位，我楚风只能带你们至此了。实话实说，前方必然更加凶险，若继续深入，你们将成为我的累赘。我楚风来此不是为了做好事而来，关乎安危之际，我必先自保，可不会舍身救你们。所以我先去探路，待找到安全的路，我再回来接你们。但丑话说在前头，我也可能没办法回来接你们。楚风说道。楚风公子，一路跟着你，我们所获颇丰，乃是不劳而获，已是感激不尽。我楚珊珊无以为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楚风公子务必收下。楚珊珊说，不仅不怪楚风，反而将一个乾坤袋递给楚风。楚风公子，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收下，若是不收，我宁愿死也要继续跟着你。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取出乾坤袋递给楚风，他们非常相信楚风，也非常理解楚风。那我便收下了。楚风也不矫情，大袖一挥，将所有人递过来的乾坤袋都收了下来，护他们到这里，又分给了他们那么多果子。楚风的确有资格收下这些好处，走吧，我送你们回去。楚风说道。不用了，楚风公子，我们自己回去便可。楚善善说道。那些凶兽可能会再生。楚风说出了要护送的原因，只是这一句话便让所有人闭上了嘴，因为一路走来，除了白色果子的树木凶兽不会主动攻击人外，其他树木凶兽都会主动攻击人。若真的那些树木凶兽可以重生，那他们还真是难以招架。随后，楚风便带着他们向回走去。果然，如楚风所预料，回去的途中，那些原本被楚风斩杀的树木凶兽又出现了。那些树木凶兽果然是可以复活的，还好楚风护送，不然这些人想安然回去还真不容易。可忽然，楚风神色一动，远处有人正在被金色的树木凶兽所攻击，并且这个人楚风认得，萧月月，其师尊名为兽界天尊，乃是浩瀚修武界声名赫赫的界灵师之一，因为出身妖族，也被誉为最强妖族界灵师。萧月月也出自妖族，但界灵师天赋却也极好，但实际上他更擅长的乃是修武，所以他不仅是蓝龙神袍，修为也是达到了3品半神，且动用妖族血脉，可将修为提升到4品半神。凭借着过硬的本事，他走出丛林，来到这方世界，并且根据推断，意识到雷云下方才是唯一出路。向此地走来，也遇到了凶兽，也得到了果子。别看他长得5大3粗，实际上内心颇为细腻，哪怕前面的凶兽很容易对付，可他却也是小心翼翼。但谁曾想，走着走着，忽然大地翻腾，紧接着从中爬出了数百只金色凶兽。这些凶兽位置分散，但却刚好将他困在当中，并且这些凶兽感应力极为强大，哪怕他使用的隐藏之法也被这些凶兽看穿。无奈之下，只得迎战。这些金色凶兽的实力其实都是3品半神，但别看他们不具备灵智，可数量足够多的时候，竟然可以布置阵法。这阵法的威力达到了4品半神，并且战力极强，哪怕萧月月将修为提升到了4品半神，却也只能勉强应对，根本无法突围。这样下去，他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而就在其思考要如何突围之际，忽然数道光芒飞掠而来，那是结界掌剑，总共10把。结界掌剑如流星般在凶兽之中穿梭，所过之处鲜血喷溅，所向披靡。不过眨眼之间，几百只强大的金色凶兽尽数被斩杀。那件是结界阵法，由金龙神袍所布。定睛观望，只见一伙人马正望着自己，但萧月月的目光却锁定在了为首之人的身上。楚风，是他出手救了自己。此时他内心五味杂陈，既庆幸又尴尬。若是可以选，他最不希望救自己的人就是楚风，为何还要救我？萧月月问。但相比于尴尬的萧月月，楚风却是咧嘴一笑，说什么胡话，我们不是队友吗？已经不是了。萧月月道。你说不是，那是你的事，在我这里你仍是。楚风大袖一挥，所有死去凶兽的果子被楚风收集，但并未收下，而是全部送到了萧月月面前。什么意思？萧月月不解。当然是给你。楚风道。你全部都给我？萧月月诧异。我们已经有了。楚风说道。对了，
前面的路可能会出现6品半神，甚至更强的凶兽，我准备送他们回去，自己去探索。你要一同回去吗？楚风问。萧月月短暂沉默，看了看那漂浮在眼前几百颗金色果子，若有所思。忽然，他也咧嘴一笑，当然回去，6品半神我又打不过。见状，楚风也微微一笑，不再多言，而是带着萧月月等人向回走去。将众人带到安全地带之后，楚风便独自一人向深处航去。楚风走后，萧月月也没有与楚珊珊等人坐在一起，而是自己来到了偏僻的角落。但楚珊珊则是主动走到萧月月面前，满怀歉意：“萧姑娘，实在抱歉，我之前并没有。”滚！可他话未说完，便换来了萧月月的一声怒斥。萧月月一声怒喝之后，那些与楚珊珊同行之人则纷纷来到了楚珊珊身后，大有为其撑腰之势。先前那名尝试去拿紫魔匕首的男子，更是对萧月月说道：“萧姑娘，你过分了吧？楚姑娘和你无冤无仇的，你何必对她如此大的敌意？先前明明楚珊珊还与她争辩，可她丝毫不记仇，反而替楚珊珊出头，什么意思？仗着人多便想欺负我？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楚风可不在，不想死的，离本小姐远一点。”萧月月此话一出，3品半神的威压也是横扫开来。虽然没有伤害众人，可那威压却也让众人眉头紧皱。他们之中最强的也不过是灰龙神袍，见识过萧月月实力的他们，深知他们无法与萧月月抗衡。于是那些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拉着楚珊珊躲到远处，与萧月月保持距离。至于萧月月，则是大袖一挥，布置一重隐藏阵法，将自己封锁起来，不想再与楚珊珊等人有任何交流。而很快，广场中心阵法之力涌动，随后有13道身影出现在广场之上。虽然这13人是背对着众人，但还是看得出来，他们个个身负重伤，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好状态，气息也很差。但也因为背对着众人，且可能因为身体虚弱，也没有动用感应力，所以这13人并没有发现楚珊珊众人。他们进入这里之后，第一反应也是十分激动，尤其是当他们御空而起，向远处观望之后，激动之情更是达到顶点。其中一位蓝袍男子更是有人振臂高呼：“仰天长啸！他娘的，总算成功了！我们成功逃离了那片鬼丛林！狗屁楚风，狗屁内定的第一人，还不是在我们之后？我们才是要夺得这入府试炼名额之人。”楚珊珊等人本就在观察他们，听到蓝袍男子这番话，有人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谁？听到笑声，空中的13人这才将目光向下观望。不仅如此，同时更是亮出结界宝物，释放出结界之力，这也让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实力。这13人最弱的也是蓝龙神袍，其中最强的竟达到了紫龙神袍。但当他们看到下方的楚珊珊众人后，却无一例外面色难看。毕竟跟随楚风来到这里的那些人，一个个的不仅安然无恙，最主要的是那些人此刻都在整理自己所得到的果子，甚至还有人正在大口的品尝那惬意模样，与他们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